你身边有人最近要去中国吗？那可能要小心一点了。前阵子，中国国安部发起了社会总动员，要求全民提高警戒，举报身旁的间谍。外界质疑这会导致人民互相猜忌、怀疑，根本是回到文革时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反间谍法吧。嗨，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疫情之后，中国的旅游业遇到了一个空前大危机那就是外国人不来了。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今年的第一季呢，中国旅行社入境旅游接待人次只有 5.2 万人，相比之下，2019年的第一季呢为370万人，今年竟然只剩下 1% 的游客而已。专家指出，外国人不去中国可能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呢是飞往中国的航班不足，航班数量还没有回到疫情前的规模；而另外一个原因呢，则是不少外国人觉得中国很危险，很多的外国人担心自己会被抓，不想要冒这个风险。美国政府还发出旅游警告，认为中国现在存在随意执法、不当拘留的问题，提醒公民特别注意。事实上中国今年一连串的反间谍行动确实让外界非常紧张，而7月实施的新反间谍法呢，更是招来了国际满满的担忧。如果你身边有人常常往返中国，那为了自身安全，一定要请他关注相关的资讯。而今天我们就要来一起看一下，中共为什么突然的那么积极在抓间谍，而反间谍法改了什么？如果要去中国，又要注意些什么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会想到每个房间都有大荧幕可以看 Netflix， 但要买电视又嫌太麻烦吗？还是在户外露营的时候，想要在浪漫的星空下面投影片，但又担心要准备一大堆道具，画面还不好看呢？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很欢迎你来看看收放自如、可以提着走的无线萤幕 Stand by Me Go。这次 LG 将27寸的可触控萤幕装进了军规等级的防水箱，带着走也轻松又安全。再加上它还搭配了杜比全景声音效和4声道的20瓦喇叭，让你无论是看电影或是打电动都超有临场感。目前 Stand by Me Go 在嘖嘖独家首卖，现在下单不只享有全台最优惠的价格，还能够优先出货。赶快点击资讯栏看看更多资讯吧。今年到现在中国在抓间谍的方面动作频频。3月19日呢，日本安斯泰来制药呢被搜查驻中国的日本主管西山宽在北京被捕，而中国外交部指出西山宽涉嫌从事间谍活动。3月20日，美商公司美思明治集团被搜查，5名的中国员工被拘留。中国外交部表示，这间公司涉嫌非法经营，但路透社揭露呢，背后的原因可能跟他们研究新疆强迫劳动的情况有关。而在5月份呢，咨询顾问公司凯盛荣英办事处呢遭到政府突击搜查，至少2人被捕。官方指控凯盛荣英呢涉嫌将敏感的资讯传到国外，是境外情报机构的帮凶。原本中国这一连串的举动呢，已经让外资企业、外国人非常恐慌了，但没有想到7月通过的反间谍法修正案，更是进一步的升高了紧张的态势。今年的7月1日开始，中国新的反间谍法正式生效。反间谍法的条文呢，从原本的40条大幅增加到了71条，而其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改动。最重要的就是扩大了间谍行为的定义，现在包含了网络间谍、刺探国安相关的资料、针对第三国的间谍行为等等，都会触犯反间谍法。而另外一个重点则是扩大调查的指定权利，只要是涉嫌违法的机构、个人呢，他们的电子设备，像是手机电脑，中国政府都可以检查。而且无论涉嫌的对象是不是中国人政府都有权利禁止嫌疑人出境，避免间谍逃跑。那新法上路之后呢，中共还特别的强调，现在情势严峻整个中国需要全民反间谍。中共从很多年前开始呢，就有反间谍的宣传，但今年的宣传力道非常的强烈。中国国安局在7月底注册了微信公众号，而他们发布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官方表示，美国是在无所不用其极的渗透中国、破坏中国。像是今年的7月呢，美国 CIA 局长伯恩斯在出席国际会议时，就声称美国在华的情报网络重建已经取得进展。这个言论让很多中国人觉得这就是美国明目张胆的间谍活动，中方必须要反制。官媒方面呢，大力的宣传间谍行为就在你我身边，不断的呼吁民众，只要发现可疑活动，就要拨打12339跟安全部门举报。而为了提高举报间谍的诱因，反间谍法当中呢，也有明确的写到，对于举报间谍行为或者在反间谍工作当中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跟组织，将给予表彰跟奖励。
白话来说，就是抓间谍拿奖金，最高给予50万人民币的奖励。而在中国的社群平台上面，大家也会用行走的50万来代称间谍，甚至连官方的宣传片也会出现这样子的用法。行走的50万，了解一下。据规定呢，公民举报间谍行为对侦破间谍案件起重要作用的，最高奖励50万元。另外呢，他们也列出了容易被境外势力吸收、策反的高危险群，像是留学生啊、退伍军人、军事迷、军工企业人员等等，提醒大家呢要特别的留意这群人的一举一动。在官方的推波助澜之下呢，全民反间谍风潮如火如荼的展开，而新法实施后没有多久，就有多位的美国间谍落网。8月份，中国国安局连续破获了2起 CIA 间谍案，2位间谍呢都曾经是留学生，一个留学意大利，一个留学日本。在海外期间呢，他们被美国 CIA 接触收买，再回到中国替 CIA 搜集情报。而9月11日，国安局又揭露了之前一件间谍案的细节。这个间谍呢，名叫做梁成运今年78岁，是美国华人圈的重量级人物，担任多个华侨社团的会长、荣誉会长，甚至他还是德州这个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会长被称为是爱国侨领。那根据国安局的说法呢，实际上他早在1989年，梁成运就被美国情报单位给收买，替美国政府搜集中国的情报，时间长达了30年。而针对这些新闻呢，中国官媒直接点名美国就是世界上面最大的间谍惯犯。反间谍斗争形势严峻复杂，也说明美国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间谍惯犯，可谓名副其实。很多的中国民众看到新闻也觉得间谍真的无所不在更加紧张的响应反间谍的行动。那虽然有少部分的民众担心呢，这样子草木皆兵的情况之下，很可能会伤及无辜或者吓跑外国企业，但更多人觉得中国已经被渗透了，本来就应该要更加的谨慎。有的人还引用毛泽东的名言：“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只有加大反间谍的力道，才能够守护国家的安全。”而且不少人觉得，如果没有做亏心事，根本就不用怕。那些没有响应反间谍行动的人们，很可能是西方的同路人。那么国外又是怎么样看待这波反间谍浪潮的呢？很多国外专家认为新的反间谍法呢是在鼓励民众互相监视。美国也寄出了旅游警告，提醒公民去中国要特别的小心。其他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呢，现在也瑟瑟发抖，大家担心原本正常的商业活动，现在也可能触犯反间谍法。举例来说呢，顾问公司为了做研究报告，常常要调阅一些政府资料，像是地方政府的这个预算等等。但这些资料呢，会不会哪一天被中共认定是敏感国安资讯，让他们变成间谍，谁也不敢保证。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在新法实施之后呢，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摩根士丹利呢就从中国撤走了200位研发人员。有人担心再这样发展下去，撤出中国的外企只会越来越多。此外呢，也有国外的专家认为中国这么积极的在喊反间谍，背后的动机可能不单纯。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第一呢，中共想要透过宣传间谍危害，将去年底的白纸革命归咎于境外势力的操弄。第二呢，透过反间谍法，中共可以防止经济的真实数据外流，降低美国对于中国经济压制策略的成效。第三，杜绝记者跟学者使用中国官方数据调查中国的社会真相与人权犯行。那当然呢，这些都只是推测而已而不管原因是什么，现在中国确实对于间谍行为非常敏感。那么，如果要去中国，要注意些什么呢？现在到中国到底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说实话，还是没有人知道。陆委会呢，在官方网站上面表列了前往中港澳的高风险行为样态。举例来说呢，如果你拍照的时候不小心拍到了港口或是军事演习，可能就会触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秘密罪而遭到判刑。还有从事中国大陆社会民情资料搜集，可能会违反间谍罪遭到逮捕。有专家就认为在最糟的情况之下，如果你到处找当地的民众攀谈，有可能会被有心人士诬赖，认为你在搜集地方舆论。而陆委会也建议，在出发前往中国之前呢，最好检查自己的手机电脑有没有什么可能会被调查入罪的内容，有的话一定要马上删除。而另外，因为最近中国有青年失业率过高、房地产崩盘等等的危机，相关数据官方已经盖牌了。所以陆委会特别提醒现在去中国呢，不要询问青年失业率，也不要询问房地产等等的问题，否则可能会被扣上刺探情报的帽子，回不了台湾。中共今年沸沸扬扬的反间谍行为呢，虽然看起来是炮口对外，想要防堵境外势力的渗透，但我们觉得炮口同时也是对内用来压制反对者的声音。目前的新法当中呢，还是有很多模糊的条文，而这样的状况让大家都不知道触法的红线到底在哪里。而我们觉得，当中共没有把这条红线画清楚的时候，画红线的就会是民众自己。
大家会担心触怒当局，害怕被当间谍，导致讲话之前呢都进行自我审查，不敢发出对于政府不利的声音。而这或许也是中国推动反间谍行动想要达成的效果之一。目前除了反间谍法，中共还有国安法、反分裂国家法、反恐怖主义法等等，来进行全方面的社会维稳，防止任何动摇政权的可能性。而最近呢，中共更是有在考虑要修法惩罚伤害民族感情的行为人。如果通过的话呢，未来的中国恐怕会变成一个更安静的国家，没有异议分子的容身之处。那么回到台湾的状况，这几个月两岸交流逐渐的恢复，我们也开始看到一些朋友或是网红去中国观光旅游。那根据今年上半年统计，台湾人最常前往的国家，第一名是日本，第二名就是中国，高达了60万人。老实说，以数据来看，一般台湾人被中国当成是间谍逮捕定罪的案例数量并不多，可能也有些人会觉得所谓中国很危险的新闻有点危言耸听了。但之所以做这集还是想要提醒大家，以国际上面的观察，最近在中国抓间谍的行动真的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那大家如果要去中国，务必要做好功课，避免自己一不小心就被当成了行走的50万。好的，那今天想问大家，你会害怕去中国旅游吗？完全不怕，媒体说太严重了，一般人去中国根本不会怎么样。B 还好，觉得有风险，但没有那么大，小心一点点，应该不会出事。Z 怕爆，很担心会不小心被消失，连香港都不敢去。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中国反间谍法是什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润学以及港版国安法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